英国一名年仅16岁的少女艾米丽某天在家中突然不幸身亡。后续调查发现，她的死因竟然是不敢上厕所所导致的长期便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厕所恐惧症吧。这起悲剧发生在2013年2月。报道指出，在艾米丽死亡的当下，她已经超过2个月没有上厕所排便，而在大量堆积的粪便挤压之下，她身体的多个部位更是完全变形，尤其腹部严重隆起，让在场的急救人员看了也非常震惊。对一般人来说呢，可能只要几天没有排便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了，但艾米丽却因为严重的厕所恐惧症，让她怕厕所怕到长期便秘，最后更因此过世。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来聊聊到底厕所恐惧症是怎么样的疾病，为什么会有人怕厕所，这种病又到底会有多危险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接近梵谷真迹的机会。梵谷的画作呢，至今已经超过130年的历史，真迹大多非常脆弱，很少外借。但现在呢，不用跑一趟荷兰，你就能够在台湾看见25幅的梵谷真迹从荷兰空运来台。这个超级难得的海外展出呢，就在台北信义区的富邦美术馆梵谷寻光之路特展。你看，这是麦树早期的作品，它颜色比较灰暗一点点，这个很少见，而且很可爱。梵谷的田园画在真迹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啊，然后还有笔触那种立体感，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出现了色彩很鲜艳的梵谷，你知道是什么？这是后影像派。对了，记得带手机跟耳机来现场扫 QR code， 就能够听见林志玲现身录制的梵谷画作故事。自画像带你回到过去的那一瞬间，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是只有真迹才办得到的，更容易去想象他当时的那个情境、当时的心情，很深刻的体会到他的改变跟他的多样性，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真迹来台机会难得，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今日买票，明日进场哦。根据英国恐惧症协会的定义厕所恐惧症呢是人们在使用厕所时遇到的各种障碍的统称，比如不敢在外上厕所啊，害怕尿尿声被别人听见等等。那 BBC 的报道指出，光在英国就有超过400万人深受厕所恐惧症的困扰。这当中呢，有些人的症状比较轻微，可能不敢直接碰到马桶坐垫等等，还不至于严重的影响到日常生活。不过也有人的状况比较严重比如有的患者可能会因为不敢在外上厕所而拒绝跟朋友出游，或因此决定辞去工作。更严重的则是连在家里面都害怕上厕所，那他们呢可能就会为了尽可能的避免上厕所，选择不喝水或习惯性的憋尿啊、憋便，而这样做长期下来呢，不仅会严重的影响到身体健康，更可能危及到生命的安全。比如开头提到的英国少女艾米丽就是这样子的案例。报道指出，她无论是在外或在家都不敢上厕所，但到底为什么有人会害怕厕所呢？专家指出，导致厕所恐惧症的可能原因有很多，大多都是心理因素导致的，但往往还是需要个案的判断。比如呢，某些患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可能会因为害怕别人听到自己上厕所的声音而非常的害怕在外上厕所。另外，有些有强迫症倾向的患者，则可能呢把厕所跟马桶视为一种极度肮脏的存在，而没有办法靠近厕所。那这些患者之中呢，也有不少人是因为对于厕所有过很负面甚至创伤的经历，比如曾经在公厕里面不小心碰到别人的排泄物，或者小时候调皮被爸妈罚关厕所，甚至是读书时在厕所被霸凌等等，这都可能导致他们非常的害怕厕所。至于艾米丽呢，验尸官也表示她的根本死因是心理社会因素。调查报告指出，艾米丽本身有轻度自闭症，住在遥远的农村，从小在家自学，比较缺乏社交关系，跟父母的相处也不是非常的顺遂。这种种种的因素呢，都可能影响了她的心理健康。但吊诡的是，艾米丽过世之前呢，其实有去看过医生，也有社福机构在关心她的状况。那到底为什么最后还是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呢？案件调查报告指出，艾米丽的死本来应该是可以预防的，但是她的声音却没有被听见，没有专业人士知道艾米丽最需要怎样的帮助。调查发现早在艾米丽去世前3年呢，就陆续有7家的社福机构介入关心艾米丽的身心状况。而在艾米丽过世前不久，为她做身体检查的家庭医师也发现艾米丽严重便秘，他坦诚当时只开了一些泻药给她，并没有深入的检查。报告总结认为，这是因为社福机构跟医疗单位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跟协作，社福机构不清楚艾米丽的病况变化，医师呢则不清楚艾米丽便秘的前因后果，导致他们没能够及时的介入辅导跟治疗，再加上艾米丽父母的疏忽，最终导致了憾事发生。验尸结果显示，艾米丽在长期忍便不上厕所的状况之下，最终因为严重便秘引发了心脏病过世。
那个专家就指出，这个忍便的习惯呢，也是厕所恐惧症最危险的一点，不只是可能引发心脏病，甚至连癌症、失智都可能找上门。有医师表示，很多厕所恐惧症患者呢都会忍便，而这对身体造成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便秘。因为当粪便还在大肠里面的时候，大肠会不断的吸收粪便里面的水分，那你憋得越久，粪便的水分就会越少，变得又干又硬，导致排便更加的困难。此外呢，如果一个人习惯在便意来临时拼命的忍耐，我们的大脑就会渐渐的忽略身体发出的排便讯号，导致粪便不断的堆积在直肠跟大肠当中。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更难产生便意，那最后就算想上也可能上不出来。那这样子的便秘问题严重一点的话，就可能像艾米丽一样引发心脏病，此外也可能增加这个罹患大肠癌等等癌症的风险。不仅如此，日本一份最新的研究还发现，便秘跟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呈现了正相关。这份研究指出，在男性之中，每周排便次数低于3次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比每天排便的人高出 1.8 倍，女性呢则高出了 1.3 倍。此外，如果排便次数越少，罹患失智症的风险也就越大。分析指出，这是因为粪便在大肠里面停留越久，就越会有更多的坏菌滋生，那就可能导致全身的发炎恶化、自由基增加等等问题，最终增加失智的风险。所以医师也提醒除了患有厕所恐惧症的人之外呢，其他便秘的高风险族群也都要多加的留意。那到底怎样的人会有比较高的便秘风险呢？专家指出，除了厕所恐惧症之外，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的外在因素可能导致我们成为便秘的高风险族群，因此便秘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根据统计，全台有超过500万人呢有便秘的困扰，在20到50岁的青壮年人之中呢，大约 25% 的人有便秘困扰，而在65岁以上的人之中呢，这个比例更高达了 40%。那到底是哪些容易便秘呢？台湾营养基金会的调查指出，在上班族之中有半数人都有便秘困扰。而其中比例最高的5大职业，依序是行销活动企划人员、助理与秘书、专柜销售人员、餐厅服务生，还有老师。而造成他们便秘的主要原因，包含了久坐久站、压力大、常常外食导致纤维摄取不足，以及每天喝水量太少等等。那如果很不幸的患有厕所恐惧症，或是刚好属于族群，或者是又因为其他的状况而被迫长期的忍便，导致出现了便秘问题的话，到底应该要怎么办才好呢？医师提醒有便秘问题的人，千万不要过度的依赖吃泻药、灌肠等等手段来解决问题，否则可能造成肠道提早老化的反效果。要从根本上面解决问题，首先应该要先厘清你便秘的成因。如果你的便秘问题是因为饮食不均衡、水分摄取不足，或是久坐久站引起的，可以先试着透过调整饮食习惯、多喝水还有多运动来改善。那如果你的便秘问题呢是由心理因素或者是压力引起，像是各类型的这个厕所恐惧症，情况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心理因素导致的便秘跟我们的情绪心理状况密切的相关，像是压力、焦虑、忧郁等等，都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肠道功能产生影响，因此很需要个案判断。所以针对这种心理因素引起的便秘，医师呢也呼吁应该要及时就医。而厕所恐惧症的治疗方式，一般来说会建议患者先透过心理咨商来了解自己的情绪跟压力的来源，学会排解压力的方法。接着再借由认知行为疗法改变对于厕所的负面认知跟行为模式，对上厕所这件事情建立更多的安全感，从根本解决问题。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的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话说回来我们之所以会注意到厕所恐惧症这个议题，其实就是因为开头提到艾米丽的故事。那一开始我们只是觉得呢，这起悲剧事件非常离奇，想要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在深入了解之后，我们才认识到有所谓的厕所恐惧症，而且这种症状如果没有妥善处理，可能发展成非常严重甚至致命的问题。那虽然艾米丽的死已经无法挽回但我们在想的是，像艾米丽这样的状况并不是一天造成，而是逐渐恶化的。那为什么没有及时被发现、及早治疗呢？我们觉得，除了调查报告提到政府跟医疗机构没能有效的沟通等等问题之外，或许也是因为许多人不知道厕所恐惧症的存在。这样一来，不止当事人可能很难跟别人说明自己的困境，甚至可能连当事人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恐怕就更难以启齿了。反过来说，如果艾米丽或是她身边的人呢，对于这种症状有更清楚的了解，或许就能够及时的发现端倪，让艾米丽接受心理治疗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呢，让更多人认识厕所恐惧症，也希望有类似困扰的人能够有一个自我理解或跟别人沟通的工具。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本身或身边的人有类似厕所恐惧症的困扰，或是严重便秘的情况，都要及时的就医，寻求必要的帮助哦。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有听过厕所恐惧症吗？有，我本身就有这种困扰。B 没有，很难想象有人会害怕上厕所。C 没有听过，但可以想象，感觉轻微的厕所恐惧症很多人都有。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厕所恐惧症。此外呢，可以在这个地方看社交恐惧症以及自闭症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